一个国家靠幸运可以走多远？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矿石、金矿和锂矿在内，多种矿产的开采量居世界第一，并且靠着大客户中国，澳大利亚成为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模范省，连续28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甚至躲过了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保持发达国家最长的增长记录。澳大利亚的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0倍，拥有顶级的自然风光，但人口却只有日本的1/5。因为高房价，澳大利亚的居民财富水平排名世界第4，财富中位数是美国的2倍多。说它是幸运儿，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有多好，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几乎是一塌糊涂，却仍然可以成为一个高度富有的国家。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神奇的国家澳大利亚。1770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首次登陆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州。这个时候的澳大利亚还没有建立中央政府或统一的国家，而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分散式社会结构。总共约有250个独立语言的部落，依赖狩猎、采集和渔猎为生，甚至连种植业都没有，工具也是以石器和木器为主。要知道那时候的欧洲已经经历过文艺复兴，都开始工业革命了。如果说18世纪的中国因为闭关锁国和其他国家在科技和工业上有很大的差距，那澳洲和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英国对囚犯的态度一直是眼不见为净，采取流放的方式。过去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大量的囚犯会被流放到北美。但在美国独立之后，囚犯就只能被关在英国的本土，导致英国的监狱人满为患。这大英帝国就需要寻找新的囚犯流放之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西非，但因为那里气候太差，而且疟疾严重，所以就被排除了。刚刚被英国人发现的澳大利亚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英国流放囚犯的首选之地。1788年，英国第一船队抵达新南威尔士，开启了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史。起初，英国也在澳大利亚采用西班牙剥削性的殖民模式，被流放的囚犯是主要的劳动力，没有法律赋予的任何权利。不可起诉，不可作证，也不能有任何财产。罪犯们都不得不从事义务劳动，这个义务劳动其实就强迫劳动，说的好听点而已。罪犯们工作是没有工资的，食物是他们唯一的报酬。看守们会扣押罪犯的劳动成果，从中获利。因为强迫从来不是正确的激励方式，罪犯们根本没有动力多干活，就连基本的任务都完成不了。这种情况下，劳动的获益者看守们就不开心了。他们开始想办法允许罪犯们做工饲养，出售多余的产品。你做得好，在刑满释放的时候还可以被收回土地，甚至可以经商。这代表着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的制度从集聚性到包容性的转变。1851年，一个意外发现让澳大利亚迎来了第2次转变。在这一年，有一块金矿在新州被人发现，随后几个月，在维州有多块金矿被人们相继发现，掀起了一波淘金热。就让澳大利亚的殖民政府发现了机会，开始大力宣传移民澳大利亚就等于移民在一座金矿上。当时有数万名广东人去了澳大利亚淘金，被称为金山客。你看咱们中国人对钱的嗅觉一直是非常灵敏。在1851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43万人，仅仅10年之后，人口就来到了114万，接近3倍。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些大量去澳大利亚淘金的新移民他们本来就不是罪犯，自然也需要得到合理的权利，对吧？新移民就推动澳大利亚的制度往更加包容性发展。1900年1月1日，6个殖民地联合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虽然还是由英国管制，但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自治化。回看那段时间，虽然英国政府殖民澳大利亚期间也没少干霸占土地和驱赶原住民的事儿，双方也存在长期的暴力冲突，但英国的出现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具备民主和法治的包容性制度。经济学里有个词儿叫资源诅咒，是说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更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缓慢、制度腐败和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如果澳大利亚没有坚实的包容性制度，很可能会像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国家一样陷入贫穷和混乱。在随后的100年，澳大利亚在制度改革上做对了很多事儿，比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放松金融监管、利率市场化、国企自由化和开放贸易等等。他们推动澳大利亚的经济不断增长。其实这些都很简单，因为算是发达国家的标配。
澳大利亚只需要抄老东家英国的作业就好了，不需要没石头过河自己摸索。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实指的也是这些东西，但仅仅有这些改革，却不足以让澳大利亚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从1992年开始，澳大利亚的人均 GDP 和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逐渐拉开了差距。与此同时，从1988到2024年，澳大利亚的煤矿等能源矿产的出口增长了22倍，铁矿石等金属矿产的出口增长了37倍。矿产正是澳大利亚可以在发达国家中仍然位居前列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在矿产资源上无疑是个幸运儿。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丰富的金矿储备，淘金热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补上了澳大利亚当时最稀缺的资源——人口。随后，全球工业化发展导致对钢铁的需求暴涨，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储备也是世界第一。而且，因为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最适合出口铁矿石的国家就是亚洲。刚好中国的工业化比较晚，在澳大利亚工业化完成、具备大量的铁矿石开采能力之后，中国那边正好有大量的需求。目前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约80%都是出口到中国。这还不算完，如今是电子产品和新能源的时代，锂电池的需求量很高。澳大利亚今天的锂矿开采量还是世界第一，黄金、钢铁和锂电池代表着3个时代，这3个时代相关的矿产，澳大利亚在开采量上都是世界第一。你说它算不算天选之国呢？依靠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矿的巨大需求，澳大利亚还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幸免于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我们都知道，中国当时的策略是大搞基建，4万亿投资，导致中国对煤矿和钢铁的需求暴涨。2009年，澳洲出口到中国的煤矿一年就增长了5倍，铁矿石出口也在07到09年出现了暴涨。所以完全是中国一手拖着澳大利亚躲过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可以实现连续28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直到疫情的出现。然而资源虽好，却是一个双刃剑。过去50年，矿业和制造业占澳洲 GDP 的比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走势。矿业发展的代价是牺牲了制造业。目前，澳洲矿业占 GDP 的比重为 13.6%，而制造业只占了 5.2%。矿业所支付的各种税费和开采许可也是澳洲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占西澳政府收入的 35%， 昆州政府收入的 20%。显然，澳洲已经沦为了一个极度依赖矿业资源的国家。虽然澳大利亚整体稳定，但还是陷入了相当程度的资源诅咒。矿业太赚钱了，澳洲矿业巨头的平均利润在 25%到 35%， 矿业员工的平均年薪要高于其他行业 52%， 导致资金和人才大量流入矿业，对制造业投入长期不足。澳洲的研发投入仅占 GDP 的 1.8%， 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值 2.7%， 每万人的专利申请数就有 6.7 个，而美国为 9.9 个，韩国为 28.2 个。澳大利亚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严重偏低，不到 2%。相比之下 ，OECD 国家的平均值是 7%。澳洲的制造业不仅在不断萎缩，而且在变得越来越单一化。澳大利亚的经济多样性指数在20年前全球130多个国家中排到了38位，到了2023年，这个排名就降到了75位，还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来对比一下中澳两国的进出口产品。中国从澳洲进口的前5大产品是矿、能源、建材、粮食和肉类，而澳洲从中国进口的前5大产品是电子产品、机械、汽车、家具和钢铁。这么一对比，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才像是一个发达国家，澳洲反而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除了制造业萎缩和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矿业也让澳洲的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目前，澳洲矿业出口超过1/3的目的地都是中国。其中，铁矿石对中国的出口约占 80%。然而，全球抵制中国倾销过剩钢铁产能的情绪越来越强，中国政府也正在计划逐步减少落后的钢铁产能。中国的基建也不会无休无止地建造下去。未来，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矿的需求逐步降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靠中国躲过了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澳洲，会不会因为中国在未来陷入低增长呢？或许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今天的澳洲就已经遇到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3个因素：人口增长、投资和提升生产效率。
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就只有两个：人口和效率。生产效率在服务业想要提上非常困难。你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服务行业的差距非常小。比如餐饮，在澳洲花100块吃一碗越南粉，可能跟越南20块钱的基本没啥区别。类似的还有零售、美发和清洁等服务行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拉开差距，主要还是因为可以贸易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工业品方面的差距。制造业才推动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人均收入不断上涨的根本动力。制造业缺乏投资、单一和萎缩，导致澳大利亚的劳动生产率在最近10年几乎没有增长。如今 AI 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澳洲无论在教育、企业培训、投资和相关人才的吸引上都严重不足。根据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的估算，当前数字技能短缺每年给企业造成了30亿澳元的损失，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160亿澳元。调查显示，约29%到36%的员工表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数字技能或技能已经过时了。一个靠矿业发展的国家，在 AI 爆发的时代，显然有点捉襟见肘了。因此如今的澳洲只能转向人口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最近10年，澳洲政府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来促进人口增长，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4%。而 OECD 国家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0.55%。那澳大利亚能否依靠移民永久的增长下去呢？毕竟澳洲地大物博，人口却不到3000万，这么看似乎吸纳移民的空间仍然非常大。但伴随移民增长出现的2大问题，正在让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如鲠在喉。第一个问题是基础建设。澳大利亚的第3大城市布里斯班在2024年全球城市的拥堵程度中排名第10。平均每年布里斯班的人在交通拥堵中耽误的时间为84个小时，比去年上涨 14%。和榜单上其他城市相比，布里斯班的人口密度简直小得夸张。那为什么还会这么堵呢？我认为是道路修建的速度远远慢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布里斯班其实是我目前居住的城市，到处都在修路，高速上修一条道都要几年的时间。我很少会在频道里说一些绝对的预测，但我可以断言，布里斯班的交通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差。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如今澳洲正深陷一场严重的房地产危机，不过这场危机并不是因为房价暴跌，而是因为房子太贵了。从房价收入比的角度看，澳洲的房价如今已经是美国的2倍。在疫情时期，房价从 6.9 倍的收入中位数暴涨到了 9.7 倍，涨幅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造成这场危机最大的2个原因是住宅用地审批的限制和进入工人的短缺，都属于供给侧的问题。目前澳洲的房子严重供不应求。2025年3月，澳洲整体的租房空置率只有 1.1%， 远远低于 2.5% 的健康水平。然而澳洲住房短缺的问题在短期内却没有解决的希望，因为澳洲政府目前对于解决住房供应的问题还停留在口嗨阶段。刚刚胜选的工党在去年提出了5年建设120万套住宅的计划，但1年过去了，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如果不着力解决进入工人短缺和土地审批的问题，120万套住房建设的计划也只能是一个计划了。综合来看，在过去10年，澳洲建筑行业的总产出没有任何增长，而人口却增长了 16%。显然，不管效率、政策还是建筑工人短缺的原因，澳大利亚的现状是没有能力容纳更多的人口，就让现在的澳洲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不增加移民数量，那经济增长将会停滞；如果增加，澳洲的建设能力又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交通将会越来越差，房价将会越来越高。更可怕的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目前澳洲以房贷为核心的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11.5%， 仅低于瑞士，位列全球第2。但瑞士的房贷利率要比澳洲低很多，所以房贷风险比澳洲更小。这么高的家庭债务，澳洲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正在越积越高。一旦澳洲的移民数量下降，房地产市场将会受到人口和收入的双重打击，存在很大的崩盘风险。我觉得澳洲宽松的移民政策就像哈耶克口中抓着老虎的尾巴，
明明知道抓得越久越危险，问题越多，但却松不了手。过度依赖矿业、制造业投资不足，居民债务过高，增长依赖人口。澳洲政府在过去100年明明在制度改革方面做得很好，那为什么可以对这么多的经济问题视而不见呢？毕竟就算澳洲政府的工作人员你再无能，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有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反复的说这些问题，总不能眼神也不好吧？那可给我糊得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这原因出在了澳洲的政治上。不过我说的可不是澳洲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在中美之间所为难的地缘政治问题，而是澳洲的两党工党和联盟党在关键政策上长期存在巨大的分歧。比如在房地产政策上，工党主张限制复购税，增建社会住房，支持国家直接干预，而联盟党侧重首次购房补贴和市场机制解决供需问题。其实无论双方谁的计划，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澳洲的房价问题，但巨大的政策分歧导致很多改革没法进行，而且经常是联盟党上台就取消了工党推荐的政策，工党上台就取消联盟党的政策，妥妥的宫斗剧啊！在政府作用上，工党主张国家参与经济结构性改革，增加财政刺激，走大政府的路线，而联盟党强调小政府，倾向于减税和削减福利开支。医疗政策上，工党主张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联盟党却主张控制医疗保险的成本。在关键政策的巨大分歧，导致如今的澳洲很多改革长期停滞，并且变来变去。不确定的环境对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是巨大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不敢响应政策，做出长期的投资计划。回顾过去的200多年，澳洲无疑是个极度幸运的国家。英国的殖民者在这片连种植业都没有的土地上建立了法治和民主国家，丰富的金矿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铁矿和煤矿帮助澳洲超越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今天，过去的幸运似乎要结束了。